贪污案牵出绍伊古，详解近年来俄最大的贪污案。意大利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丹麦订购116辆装甲车，荷兰、波兰将获得反辐射导弹，美军改善非工作期间的短信骚扰。4月29号，根据俄联邦调查局分析机构赛车手的爆料，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的被捕内幕十分惊人，背后甚至牵扯出了国防部部长绍伊古以及早已死去的普里戈金。事情呢，要先从瓦格纳叛变来说起。时间回到2023年8月份之后，传奇厨子普里戈金坠机死亡。普京呢要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特尼科夫这两位最信任的情报官员调查瓦格纳叛乱的真正原因，即俄罗斯国防部排挤普里戈金及瓦格纳集团的证据。俄联邦安全局各位懂的都懂，以下大兵呢就简称为科克勃。他们的办事效率很快就给普京呈上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普里戈金死后呢，伊万诺夫在绍伊古的授意下，从国防部派出一支特别小队前往非洲，并接管了普里戈金的资产，包括金矿和油气田，直接获益高达数十亿美元。帕特鲁舍夫和波特尼科夫当场就意识到，整场瓦格纳叛乱可能就是一个局，直接执行人是伊万诺夫，受益人是俄罗斯国防部，而且该计划普京并不知情。虽然 FSB 最后将报告送到了克里姆林宫，但却石沉大海。直到今年4月份，伊万诺夫被捕时，这件事儿才浮出水面。普京指责伊万诺夫通过挑衅普里戈金以及故意截取弹药的方式逼迫瓦格纳集团叛乱。同时在这件事上呢，绍伊古也难辞其咎，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他会被如何处理。不过普京即将在5月7号举行俄罗斯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届时会不会做文章还不好说。除了逼迫瓦格纳叛变之外呢，伊万诺夫还涉及了贪污建筑预算。这里大兵先介绍一下俄罗斯国防部的生财之路。在俄国防部中有一种项目叫做未完成建筑，这种建筑呢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建筑中断，需要另外找承包商建设的建筑。如果一个新建筑的预算为500万美元，则完成未完成的生产建筑的成本就更高。分配的预算呢要高出 1.5 到2倍，20%以上的完成建设可能会有800万美元的预算。伊万诺夫的计划呢是将国防部建筑承包给一家天真但是有能力的公司，向他们兜售未来成功完成的利润丰厚的合同的希望。伊万诺夫将支付 20% 的预付款。建筑承包商很高兴有国防部作为客户，并且积极努力使施工顺利完成。但是在完成 90% 时呢，国防部的伊万诺夫以各种理由中断承包商的工作，只接受已支付的预付款的工作，也就是建筑物的 20%， 而承包商多建的 70% 自然也就不可能拆掉，伊万诺夫就白白拿到了。然后原承包商就会被一脚踢开，如果他试图和国防部碰一碰，那么下场可能会十分凄惨。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基本都是伊万诺夫的人，法律的解释权在他这里。所以现在伊万诺夫实际拿到了 90% 即将完成的建筑，但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账本内他只完成了 20%， 因为国防部只付了 20% 的款。伊万诺夫随后与自己的建筑合作伙伴签订了合同，其中一人现在已经被捕。Authenticity Store 公司的福明，光是在去年该公司的收入就超过了650亿卢比，约合 7.06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伊万诺夫签发的国防部合同。福明呢，现在已经招认，并且在配合调查伊万诺夫。在2021年夏天，几名不愿意放弃项目的被骗承包商被以各种理由抓进监狱，现在呢，他们已经平反，并且参与对伊万诺夫的调查。根据统计，伊万诺夫签订的合同已经超过了1000多份，受害者不计其数。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另一位副部长鲁斯兰·萨里科夫也因该事件而被调查。之前呢，俄罗斯人权运动家奥塞奇金爆料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为普京捏造了大量虚假报告。根据报告里的描述，在几个月内，北约部队将进入乌克兰，并且占领顿巴斯地区与俄罗斯接壤。
如今伊万诺夫的被捕证明了俄乌战争的起源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国防部在推波助澜，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普京的注意力，从而能够为自己洗白。同时临阵换将是军中大忌，战争爆发后普京就算查出什么了也不会中途换将，这也是这群高管给自己贴的保险符。除了贪污呢，伊万诺夫还涉及泄露机密罪。在科克勃突袭伊万诺夫的办公地点时，搜查到了伊万诺夫试图使用手机向国外传递机密文件，包括核导弹装置的示意图。这些文件呢，列出了数百个绝密军事项目的状态，其中有一栏的值为真相或者谎言，以区分哪些项目状态可以安全地向普京披露，以防止普京真的前往哪些地点参观。根据奥塞奇金的爆料，多年来呢，伊万诺夫及其党羽从俄罗斯国防部预算中挪用的总资金高达数万亿卢布，他们窃取了数千个项目的50%到60%的建设预算。大兵认为如果这份报告属实，那么将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的动荡，甚至可能会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然而尚没有其他权威机构可以佐证，其可靠性有待观察。英国国防部长表示，意大利已经向乌克兰发送了风暴阴影导弹，揭开了意大利向基辅供应武器数月来的秘密。格兰特·沙普斯在参观英国的工厂时宣布了在意大利制造风暴阴影，乌克兰军队已将其用于打击克里米亚和其他地方的俄罗斯目标。英国此前曾宣布向乌克兰派遣风暴阴影，法国则宣布派遣 SCALP 翼击导弹。但是意大利拒绝透露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任何细节，也从未公开声称派遣过风暴阴影导弹。包括在4月29号，意大利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沉默。意大利在1999年首次购买风暴阴影导弹，并已收到了约200枚，在2011年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中首次使用。今年1月，意大利议会投票决定将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延长至2024年。迄今为止，该国政府一直对乌军援武器清单保密，但是有消息报道，该国援助的装备包括了毒刺地对空导弹、迫击炮以及各种轻型反装甲武器和装甲车。去年，意大利宣布将与法国一起派遣一套 SAMP-T 防空系统。SAMP-T 自于2013年在意大利陆军服役，是一种基于卡车的战术反导系统，旨在应对巡航导弹、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以及战术弹道导弹。意大利共有5套该系统。大兵认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就算是保守的意大利也不得不开始向乌克兰援助军事设备。但这次爆料出此事的英国呢，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早在去年开始，英国就开始指责德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直到这次提及意大利时，又再次批评了德国没有提供金牛座。最近，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荷兰和波兰出售新型的 AGM-88G AARMER， 也就是先进反辐射导弹增程版。尽管两国军队都拥有 F-16 战机，但是从没有获得过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然而，随着 F-35A 闪电2的推出，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F-35A 将会压制敌方、摧毁敌方防空系统，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国防安全合作局在4月24号向国会通报了2个合同，荷兰的合同呢价值7亿美元，波兰的合同价值12.75亿美元。荷兰和波兰将分别获得265枚 AGM-88G 和360枚导弹，每个导弹呢还将获得8个制导零件和8个备用零件。除了导弹，该合同还包括了空中训练导弹、软件培训、支持设备、备件以及维修零件和各种相关设备。AARGMER 对荷兰和波兰的出口紧随去年对澳大利亚和芬兰的出口，当时呢两国分别购买了63枚和150枚导弹。虽然荷兰、波兰和芬兰只在 F-35A 上使用 AGM-88， 但澳大利亚呢也可以在其 FA-18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上使用这种新型导弹。AARGMER 是 AGM-88 的最新变体，用于压制或摧毁敌方防空系统。AARGMER 与意大利空军合作计划的结果。该计划呢是于2005年作为 AGM-88BC 的升级和补充而开发的。AARGM 计划设计并且制作了一个新的制导部分，并修改了现有的控制部分，火箭发动机和弹头部分、机翼和鳍片则使用的是原版。新的制导部件呢具有无源反辐射制导接收器、卫星和惯性导航系统，
以及用于终端制导的毫米波雷达，并且增加了在撞击前通过卫星链路发送目标图像的能力。这些新的制导系统的目的能够提高该导弹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敌方雷达和通信站点，这些站点会关闭信号，以混淆来袭的反辐射导弹。大兵认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空军使用 AGM-88 在俄罗斯战场取得了一定战果，这无疑是最好的广告。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购买这种导弹。2004年4月27号，丹麦电视频道 TV2 宣布，丹麦即将与瑞典 BAE 系统公司达成一项重要协议，计划购买115辆 CV90 步战车。据报道，这次购买的金额为75亿丹麦克朗。此次采购是目前正在谈判的更大规模防务协议的一部分，凸显了丹麦致力于增强其军事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丹麦预计这批步战车将在2025到2029年之间交付。CV90 将机动性、保护性和武器装备无缝集成到一个强大的平台中。该设备在1980年代后期开发，并于1993年正式投入使用，旨在满足现代战争不断变化的需求，强调快速机动性、强大的防护和多功能火力。它拥有强大的推进系统和先进的悬架，便于在具有挑战性的地形上快速移动，并且提供2栖机动能力，确保对战场动态的快速响应。在防护和火力方面， CV90 具有最先进的装甲和创新的梭子鱼伪装系统，可以显著降低其热特征，以逃避敌人的探测。它的装甲可以承受反坦克炮弹和爆炸物的严重冲击，为机组人员和乘客提供强大的保护。CV90 配备了一门40毫米博夫斯火炮，能够打击从敌方人员到轻型装甲车的各种目标，并辅以 7.62 毫米机枪和反坦克导弹，为各种战斗场景提供全面的武器。CV90 通过先进的火控系统增强可以非常精确的跟踪和打击目标，进一步增强其在战场上的杀伤力。而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克兰士兵称赞 CV90 是乌军中首屈一指的装甲车，特别称赞了其梭子鱼迷彩系统。该系统将其对热成像系统的能见度降低了 70%， 使其在屏幕上成为一辆灰色的冷车。这种隐身能力与增强的内部绝缘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机组人员的生存能力和舒适性。尽管 CV90 拥有许多优点，但其弹药容量被认为是一个遗憾。好在呢，仅需1到2分钟，该车就能完成重新装填弹药。CV90 对重型火力的抵抗力是乌克兰军事人员强调的另一个关键优势。它展示了 CV90 承受各种武器直接命中的能力，包括柳叶刀、FPV 和120毫米炮弹，证明了其卓越的装甲保护。该战车面对多辆 T90 坦克的攻击，而并没有被严重损害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了其坚固性。除了战斗力之外呢， CV90 还因其舒适的操作性和机动性而受到称赞。其机组人员通常将其描述为拖拉机，它提供空调和收音机等设施，为操作员提供更有利的环境。目前乌克兰大概有40辆 CV90 正在服役。大兵认为，丹麦的这次采购可能会替代其原有10人于 3H 型步战车，届时这些退役装备可能会援助给乌克兰，用于缓解乌克兰如今艰难的处境。美国陆军深受领导短信骚扰。上周，美国陆军第4步兵师司令大卫·多伊尔少将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禁止军队领导在下午6点到凌晨5点之间给下属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包括出于健康或者安全原因的通信或者个人通信。在声明中，多伊尔表示，之所以出台这项规则，是因为整个师的士兵都在反馈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培训管理基础，那么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压力，提高生活质量。在给该部门的备忘录中，多伊尔指出，下班后的通信使士兵处于紧张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没有必要的。同时，新政策还具有惩罚性，这意味着不遵守新政策的领导者可能会面临法律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目前该部队美军士兵们的离家时间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高峰期都要多，因为该部队的任务呢是在非洲、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士兵们在家休息和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时间很少，这是非常宝贵的。在2022年，陆军第10师也出台过类似的规则。4月6号，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提出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呢将创造所谓的断开链接权。
让他们在下班后有权忽略工作电话、电子邮件和短信，有效地为员工提供法律保护。各位观众在下班后收到过公司的短信或者电话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